神要继续用他的话大大祝福我们。神说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的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和一切的供应。方言祷告是天父给我们的礼物，请说礼物。是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是神要祝福我们。凡是天父给我们的，没有一样是浪费的，没有一样是没有用的，没有一样是多余的。所以天父给你的都是要祝福你的，天父给你的都需要你极大的被信圣的。听懂了请说阿们。在现今的世代，魔鬼只想我们借着讲台教导错误的信息。我们常说，第一，方言不重要，方言是最小的恩赐，爱才重要。第二，方言没有什么用，因为没有人能听得明白。圣经说，在教会中只要说5句悟性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方言是可有可无的，重点不知道方言是什么意思，不明白。第三，方言是神要给谁，谁才会有的，神不给我，我也不要。认为方言是给特殊群体的，不是谁想要就可以得到的，以至于现今的教会忽略了方言的祷告，甚至禁止方言的祷告，因此教会就失去了能力，失去了见证，失去了启示，失去了生命，更是失去了神大能的事情。原来方言祷告我们最称为灵的祷告，请说灵的祷告。当教会失去了方言祷告，我们就会活在宗教里，教会就经历不了基督的丰盛，基督的兴盛。方言祷告会带来全方面的兴盛，请说方言带来全方面的兴盛。举起你的手来说一次，方言带来全方面的兴盛。阿们。所以方言祷告是圣灵所有的恩赐当中唯有一个是你可以随时随地马上就可以运用，马上就可以使用的一个方言祷告。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任何时候，只要你方便开口，你就可以祷告。你在来教会的路上，你可以用方言祷告；你在带敬拜之前，你可以用方言祷告；在你去探访的时候，你可以用方言祷告。在我们去服侍之前，我们可以用方言祷告。就连你今天来炒菜的时候，边炒卡巴拉巴西里，开始用方言祷告。阿们。唯有一个恩赐是你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的。你也帮助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边用方言祷告，你的灵都会兴盛的，你都会喜乐呀，你不会暴躁。所以方言是一个唯一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的一个恩赐。因为个人方言祷告是灵里面在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就会让你有能力有信心活在灵里面，拥有基督的生命，更带着神的同在。因为这是从灵里出来的，是灵的祷告，就有灵的活动。你会看见神的大能，你也会看见神迹，你也会经历神超自然的事情。所以方言是圣灵所有的恩赐当中唯有一个你可以随时随地可以用的。对你旁边说，随时随地可以用。方言祷告是圣灵给每一个基督徒的礼物，请说礼物。所以方言祷告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不单是牧师、长老、教会的传道人、组长、同工才会有的，不是一些比较追求人才可以得到方言，它是一个恩典的礼物，跟你行为没有关系，跟你的好跟不好没有关系，跟你配不配得没有关系，是一个恩典的礼物，请说恩典的礼物。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是神给你的，是恩典的赐予。方言祷告是人人都可以领受的，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渴慕，只要你相信，就可以领受。哥林多前书14章5节说，我愿你们都说方言。所以天父希望每个人都会学习用灵来祷告。所以基督徒有2种祷告的方式，第一种方式祷告悟性，第二种祷告灵的祷告，也称为方言的祷告。所以在我们利未教会，我们盼望呢，所有人都能在灵里祷告。对你旁边说，要在灵里祷告。
目前呢，利未教会呢，在方言祷告呢，已经达到了80%左右。那为什么还有20%落下呢？因为有10%还没有领受圣灵的真理，还另外呢10%呢是刚刚来的新朋友，还没有来得及领受。灵的祷告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标志，它是一个强壮刚强教会的一个基本的配置。请说阿们。方言祷告是领受圣灵充满的证据，这是一个合理的证据，虽然不是唯一的证据，但确实是一项无可推诿的证据。我们应该欢迎它，因为在使徒时期初代教会就是如此。第四，方言祷告是开启其他恩赐的钥匙。请说钥匙。你一旦能够说出流利你说不明白的言语，你就知道我可以做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靠着圣灵，我能做我以前觉得做不好的事情，你就有信心使用其他的恩赐来去服侍别人。所以不要藐视方言，不要禁止方言，不要停止方言。对你旁边说，不要藐视，不要停止，不要禁止。哥林多前书12章7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再说一次，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圣灵给你方言是要你得益处，是要你带来全方面的兴盛。好，对你旁边再说一次，方言祷告会让你兴盛。再说一次，所以方言祷告就是灵的祷告，对于我们是有益处的，是为了使我们在生活上带出全方面的兴盛。第一个，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哥林多前书4章，请读：说方言的是做先知讲。好，圣经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请再说一次，造就自己。造就自己是在帮助自己，祝福自己，恩待自己，是为了自己得好处。所以方言祷告是为了造就你自己，造就你个人，是帮助你个人的，不是别人的，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所以是造就自己。好了，造就在原文的意思有3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叫做眺望，第2层意思叫做建造，第3意思叫塑造。说一次，第一眺望，第2建造，第3塑造。所以说方言第一个是眺望，说方言是眺望我的灵性。圣经说，求他按他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要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也叫灵里的力量。请说灵里的力量，会使你的灵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基督徒会软弱，基督徒会失望，基督徒会灰心，基督徒也会失败，基督徒也会流眼泪。如果你听一个基督徒告诉你，或者一个牧师告诉你，他从来没有软弱过，从来没有失望过，从来没有灰心过，他就是一个不真实的人。只要你是人，你一定会灰心，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失意，会有眼泪。只是人会靠着主的恩典自我刚强，自我调试。所以当我们学习方言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眺望我们的灵，让我们灵更加兴旺，更加的复兴，我们就越快的从情绪当中走出来。所以方言祷告是赶出你的情绪，是在释放你的情绪。你越快从情绪里出来，你就越快的得到医治，你就越快的得到释放。我们一般说，在教会当中，姐妹的情绪是比较大的，其实弟兄也非常有情绪，特别是单身的弟兄。啊，其实呢，情绪最大的呢是教会的传道人，是教会的牧师。因为呢，牧师呢是垃圾桶，因为好事没有人来找牧师，都是不好的事情才来找
牧师，夫妻吵架了，家庭不和了，身体生病了，生意失败了，工作不顺了，儿子不孝了，谈恋爱失败了，被女朋友甩了，都来找牧师。没有人好事来找牧师。如果呢，牧师不会调整，不会舒服自己的情绪，释放自己的情绪，他就很容易暴躁，有很多的垃圾在他们里面。所以跟着积极的人就会有积极的思想，跟着什么人你就会做什么人。请说阿们。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你在什么人中间你就做什么人。所以你跟牧师在一起，你就会有积极、有能力、有喜乐。请说阿们。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爱、喜乐跟平安，一种超自然的安宁跟释放在我们中间。因为这是圣灵给我们建造的氛围。所以呢，你做牧师会不会有沮丧啊？会不会有失望啊？会不会有失意啊？10个牧师有9个不想干的。因此呢，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同工，甚至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自我调试。甚至在生活当中，我们还会遇到许许多多情绪上的问题，我们要懂得自我调试。方言祷告就是在帮助你眺望你的灵。请说眺望我的灵。当你的灵越复兴的时候，你越有主的生命，你越有喜乐生命，很小的事情来到你面前没有问题。所以眺望在原文里是把我对主的负担、对主的爱、对主的心智、对主的委身再一次眺望起来。所以真正的力量来源是灵里的力量，真正的安息是灵里的安息，真正的平安是里面的平安，不是外在的，不是环境给你的，不是比较来的。所以方言是灵的祷告，是里面的祷告。请说里面祷告是要在里面给你安息，给你平安。世上有句话叫宁俊而致远，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神告诉你，所有的工作都要从里面开始。请说里面开始。当你里面安静了，里面的情绪好了，你才会刚强起来，你外面才会好起来。神是要解决我们里面的，所以灵的祷告是里面的，所以要从里面来释放你，以致你外在的时候就带着满足，带着平安，带着喜乐。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的。所以在灵里发生的就会带到自然界，在灵里面我们靠着基督跨胜仇敌，在自然界当中我们就会彰显出来。当主耶稣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宣告死人复活，瞎子看见，他在灵里面宣告，在自然界就彰显出来了。请说阿们。所以方言祷告对于情绪的释放是非常有果效的，你会得到一种超自然的安宁，超自然的安息，超自然的平安跟安静在你的里面。真正的侍奉是灵里的侍奉，阿们吗？真正的征战是灵里的征战，真正的喜乐满足是里面的。哈利路亚！愿各位家人享受这样的平安。你有没有发现，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牧师很少跟你聊天，也很少跟你交听事情，很少找你来个人辅导。我来到教会基本上就是坐在前面，要么回到办公室，我很少，顶多跟你打声招呼，你好，早上好，平安，然后就不讲话了。为什么？因为早上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要保持我的灵是健康的，是活跃的，里面没有掺杂的，没有负担的，没有情绪的，只跟神是连接的。请说阿们。世上的演讲家告诉你，你要演讲的时候早早的来到会场，跟观众多多交流，以致你在分享的过程中，你可以按着他们的喜好，按着他们的需要来分享。这是世界的演讲家告诉你的。但是教会的讲道不是牧师在讲话，是圣灵要对我们说话，是神要对我们讲，他只是透过我对大家来说话，是神的话要向我们来彰显。这就是演讲跟讲道的不同。所以每个礼拜天我们要保持自己的灵是活跃的，是平安的，是健康的。因此圣经说要眺望我们的灵。请说眺望。
我们里面不再有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神说要借着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的恩赐再一次眺望起来，因为你里面所受的不是胆怯的心，请说不是胆怯，乃是刚强。再说一次，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叫谨守的灵。你里面会有刚强，你里面会有爱呀，你里面会有持守，会有沉稳，会有平安呀，因为你里面的力量被刚强起来了。哈利路亚！所以圣灵让我们从里面开始建造我们。第二个，造就自己的第二层意思叫做建造，请说建造。说方言是建造你的身体，赶快对你旁边说建造你的身体。建造原文的是就像盖房子，是一块一块的建造。更多前书3章16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人要毁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在天父上帝的眼中，他看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房屋，是一个房子，是一个器皿，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对你旁边说一次。所以说方言是在造就自己，就是在造就你的身体。建造你的身体是在医治、修复、装饰、装修、打扫你的身体，这会更新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健康。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体上，在上帝的眼中，他看重你的身体是他的殿。大家请注意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是神的房屋。因此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神希望我们这个殿是干净的，是圣洁的，是装饰过的，是健康的。所以神希望你的身体是健全的、健康的、圣洁的、平安的、不惧怕的，这是神要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房屋，请说房屋。实体的房屋我们可以更换，但是你的身体只有一个，你一旦退房了就没有你了。所以你的身体是你的一切。对你旁边说一次，你的身体。所以每一次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都是在建造你的身体的各个部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当你不再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在停止建造身体。春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回过老家？回到老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一些破漏的房屋，一些老房子，多年没有人居住，又常年失修，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破烂不堪。这里破了个洞，那里漏了风，这里倒了个墙，那里断了个柱子。你看到这样的房屋的时候，就像你的身体常年没有人居住，常年失修，又没有打扫，又没有人修缮，又没人来装修，又没人来更新。这里断了一个腿，那里崩了个牙，这里心脏病起来，那里高血压又坏了，这里又听不见了。当你停止方言祷告的时候，就在停止建造这个房屋建造这个殿当你一直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持续在供应你身体的健康和更新，你会越来越健康。请说阿们。你会越来越年轻，健康就会在你的身体上持续供应。健康和医治一定是属于你的。当你在灵里祷告的时候，神希望他的殿是健康的，是干净的，是圣洁，是装修过的。所以千万不要放弃方言祷告，只管继续用方言来祷告，用灵来祷告，你的身体会得以坚固。无论身体哪个部分，只要你祷告，神都会来帮助你来更新。请说阿们。我们常常说神的殿，神的殿有两种，一种呢指的是教会，另外一种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请说身体。方言祷告就是在建造你的身体。圣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抗衰老，远离各样的疾病。因此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所以献什么？献身体，献上这个成为神的殿。你的身体是神的殿。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我以神的慈爱劝你，我以神的爱来邀请你，把你的身体献上，归给神，成为圣洁、健康、荣耀的殿。请说阿们。好了，有人来问牧师，说牧师啊，我方言祷告很久，我都没有得着啊，我的高血压，我的糖尿病，我的脑血栓，我的心脏病，我的精神疾病，我的忧郁症，我的压力，我的困难，我的焦虑都还在。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祷告多久啊？他说我祷告大概不到2分钟。我说你还没有热呢，电话还没有打通呢。他说那要祷告多久啊？那要祷告到什么程度？我说祷告到你里面有信心，你里面有把握，你里面有平安为止。因为每一个人的会点不同，所以祷告的时间也不同，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的深度不同，所以祷告的时间也不同。祷告到什么地步？请说平安，请说信心，请说有把握。当你祷告到里面有信心的时候，有把握的时候，有这个医治的时候，你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得到了。因此我告诉他，方言祷告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不是你祷告2、3句，祷告一次，然后发现没有果效就停止了，需要持续一段时间。请说持续一段时间。第二呢，我说方言祷告需要定一个目标，这段时间我只为这一件事情祷告，其他的事情我都放一放，专注这一件事情，盯着它，搞定它，其他东西放一放。必须拿下高血压，拿不下继续祷告，祷告到拿下为止。请说阿们。专注一个目标，你不要抱着机关枪突，结果疯狂扫射一个敌人没打到。你得懂得先瞄准啊！你不要祷告主啊，求你赐福我的孩子啊！主啊，请你赐福教会！主啊，你请你赐福中国14亿！主啊，你请你赐福我们习主席！哇，东祷告以及西祷告，结果你查验一个都没有。我们社会上有句话说：“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原地杵。”所以得瞄准啊！请说瞄准，专注那一件事情来祷告。其实这件事情牧师有非常深的体会哈。每一次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特别在经济上奉献上不足的时候，我就特别在神的面前祷告，为着这一件事情，大概祷告不到1个礼拜，基本上都是这样，经历过很多次，不到1个礼拜，突然下个星期有一笔奉献来了，就补足了所需的一切。请说阿们。专注一件事情，拿下它，拿下它，听懂的请说阿们。好了，方言祷告造就自己，就是建造你的身体。第3个就是塑造，请说塑造。塑造就是你的生命受教育、被装备，塑造你的生命。所以当你说方言的时候，是帮助自己的生命成长、扩宽、长大。你想要在生命上更加的刚强，生命上更加的突破、更加的扩宽，那你就要尽可能的多说方言，多用方言来祷告。有一位老基督徒准备回老家，这个儿子呢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也买了一双新鞋，给他买了火车票，卧铺可以躺在那。结果买的是上铺，买不到下铺，没票了。于是呢，这个老基督徒他就坐火车，在火车快速行驶的时候呢，他觉得有点疲累，准备要上铺去休息。当他准备上铺去休息的时候呢，一不小心就把鞋甩掉一只，甩出去了。哇，这下旁边人就觉得好惋惜。可是不料呢，这位老人呢，马上就把另外一只鞋呢脱下也丢了出去了。哇，这时众人都非常惊讶呀。这个老人说：“你为什么把另外一只鞋丢下去啊？”问这个老人说：“你为什么把另外一双鞋丢出去啊？”这老人说：“这只鞋无论是多么新，多么昂贵，对我而言已经没有用了。
如果2只都丢出去，说不定有人捡到还可以穿。这就是生命，这就是格局，这就是宽度，这就是基督徒该活的。有时候放下是生命的高度，饶恕是生命的深度。请说阿们。神渴望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宽广的，是没有界限的，是活出基督的样子的。所以呢，在犹大书的24章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神说，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扩宽受造就有2个部分：第一个需要神的话，第二个需要圣灵，就是灵里的祷告。请说神的话，请说神的灵。我相信当你参加利未教会的垒包，参加利未教会的培育系统，你就知道教会建造的策略。利未教会建造的策略是1、2、3、4、5，一个意象，2条轨道，3周联动，4步带门徒加4大原则，5大功用加5大职分加5大特色。再说一次，来一起说一次。第一个，第二个，第3，第4，加5，加再加。其中有一个叫2条轨道，讲的就是圣经跟圣灵。请说圣经，请说圣灵。这会使你成长，走对方向，一直在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圣灵，教会是死的；如果没有神的话，这个教会是疯狂的。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也需要神的灵。无灵则死，无道则狂。神的话跟神的灵就像是人的2条腿。如果你只有神的道，天天蹬，你还是在原地转；如果你只有圣灵，你蹬这只脚，使劲蹬，你还是在原地转。你需要圣灵、神的话，圣灵、神的话，你才会走到生命成熟的终点。阿们。所以我们教会是需要2条轨道，所以走在2条轨道，这才安全，免得出轨。所以你需要神的话，也需要圣灵里的祷告。在灵里的祷告就是用方言的祷告，会建造属灵生命，扩张你属灵的疆界，让你有更大的容量去接受神的恩典，你会看见神的荣耀和神的作为。第二，方言祷告是为你明天祷告，请说明天祷告，也就是为你的未来祷告。哥林多前书14章2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他在心里面却在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是关乎明天的，这个是关乎未来的，这个是关乎奥秘的，是人所不知道的。你知道人常常最惧怕、最担心、最忧虑的，常常大部分是关乎未来的。我未来孩子上学在哪里上？我的孩子未来这个成绩怎么办？我未来的经济收入，我的婚姻未来，我的家庭未来，因着未来，我们人就会有担忧，就会有惧怕，就会有恐惧在其中啊。人常常最担心的就是未来，请说未来。马太福音6章3、4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请说阿们。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就够了。因为你的忧虑解决不了明天的困难，却能带走你今天的平安，却能带走你今天的喜乐。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怎么样才不为明天忧虑？和圣灵一起祷告，方言祷告。怎么样和圣灵一起祷告呢？在罗马书的8章26节，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罗马书的8章26到20节，请读。何困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
好，圣经说，况且我们软弱，有谁来帮助我们？圣灵帮助。软弱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力产生结果，不知道明天如何，无能为力，有疾病的状态，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不知道如何处理。当我们出现不知道的时候，解决不了的时候，圣经说有圣灵帮助，请说圣灵帮助，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圣灵来代替我们祷告。什么叫圣灵代替我们祷告？以前我认为圣灵代替我们祷告就是我去休息，圣灵去祷告，最好圣灵呢能一直祷告，不断祷告，通宵祷告，我去好好睡觉。和圣灵一起祷告的意思就是我和圣灵一起，请说我和圣灵一起。用什么和圣灵一起？和方言，灵里的祷告。为什么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请说叹息。叹息是什么意思？语义不强，是表达，没有字义却有含义。方言人听不懂啊，但是讲出的方言却有内容，却有意义。好了，我请我们长老到台上来。要叫啊！叫什么？如果我很用力踩一下他的脚，他会怎么样？快，来准备表演，1、2，好，拉长一点嘛，表演一下，1、2、3，好，请坐。哎，请问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去查字典啊，这个没有意思啊，在字典当中没有任何意思。但是透过他的表达就知道，他好疼哦，他好疼啊，而且他身体现在有状况，这个叫叹息，请说叹息。虽然这个在字典当中这个有很多意思，只有这个字没有字义，这个你不知道表达什么。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表达的时候我好疼。如果他作诗的时候这个是另外一种意思，所以你查字典没有意思，他在不同地方用是不同意思，这个就是灵里的祷告，请说灵里的祷告。圣灵亲自用灵里的祷告和你一起祷告啊！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时候，不知道未来如何的，圣灵说我要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你们祷告，和你一起来祷告。当方言祷告的时候，是你悟性没有果效的，你自己也听不懂的，你和圣灵一起在祷告，请说阿们。你知道吗？在今年开过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个人特别的软弱，也特别的失望，甚至绝望，整个情绪非常非常的低落。为什么呢？因为按照现在的大环境，我感觉家庭教会在中国没有出路。所以我感觉特别特别的忧伤，甚至绝望。如果呢教会大，担心去喝茶；如果教会小，自己又年轻又不甘心，所以呢就不知道这个未来中国教会该何去何从。这心里呢就非常的失望低落，情绪相当低落，就像打了败仗的一个士兵一样，拖着沉重的身体来到教会，回到办公室。这个同工们见到我，就是都非常躲着绕着走，不要笑，所以他们都非常害怕，因为那段时间的确压力、心理各方面非常低落，就觉得服侍神啊，该怎么走啊？教会该如何走啊？按照现在的环境，心理压力特别特别特别大。当那一天我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坐在办公椅，头靠在办公椅上，开始用方言祷告。神说不要怕，只管干，不要忧虑，神在掌管着明天，神没有忘记我。神说我比麻雀贵重。哇，里面力量一下子就欢展起来，就改变了服侍的状态。
里面的情绪一下子就被释放了，开始好好在神的面前开始讲道，所以讲道开始有能力了，请说阿们。服侍也开始有能力了，跟人聊天的时候开始有信心了，觉得我在为神做，神在负责明天的事情。所以当我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神就来释放我，带领我，让我看到明天是有未来的。所以方言祷告是在为你的未来来祷告。所以主耶稣彻夜祷告，让他产生了许多的恩赐，许多的恩膏，许多的启示，就帮助了主耶稣在明天的服事里面带出许多的神迹、启示、智慧跟能力来。耶稣常常在晚上祷告，是他在工作服事使人得医治，以致释放魔鬼所压制人的关键。耶稣拣选12个门徒的时候，他去祷告，请说祷告。圣经说祷告一整夜。在圣经里面，你发现耶稣常常去旷野祷告，去山上祷告，晚上的时候去平原去祷告。耶稣晚上都在祷告，因着他祷告的生活，他解决和满足人的需要只要几分钟。他付出代价，在夜间祷告，在白天的时候就带出果效来。请说阿们。所以当你在晚上祷告，无论悟性祷告、灵里祷告，明天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祷告，早上要，晚上要，吃早餐的时候，中餐的时候，晚餐的时候，遇到环事祷告，这就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与世人与众不同。请说阿们。神需要我们过祷告的生活，因为这个是关乎未来的。哥林多前书14章2节，说方言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见，然而他在心里面却在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奥秘是关乎未来的，关乎你的将来，关乎你明天的，是隐秘的。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当我们开始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在灵里面我们就开始理解，开始被启示神的旨意，圣灵的思想开始进入到你的想法里，那就是上帝开始让你明白他的奥秘。请说阿们。方言祷告是为明天的，为未来的。在没有发生之前，神就希望帮助你规避你的危险。有可能你不必知道你的危险，神必使你不怕遭害。因为诗篇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同在。请说阿们。第三，方言祷告是征战捆绑胜过仇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战争。打仗就需要什么武器，也需要军装。古代的时候打仗要穿铠甲，要拿长矛跟大刀。现在呢，打仗要穿黄弹衣，要拿突击步枪啊，要拿枪。所以我们打属灵征战的时候呢，神也赐福给我们一套军装。什么装？属灵军装。请说属灵军装。准备好了没有？开始穿啊！来，右手书6章11节，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是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魔敌，并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对不对？下面准备了，神说站稳了，开始穿了。第一个，用真理当成腰带，系在哪里？为什么要用真理系腰带？因为裤子会掉呀，所以要系腰带呀。因为系上腰带的时候，和真理可以抹去你所有的羞辱啊。真理会让你成为有力量人。当你有力量，你要系上什么带？腰带。裤子不想掉，要系上腰带，按真理去生活，对吗？要按真理去生活。然后呢，用公义当着什么镜？负心镜折胸啊！所以人做事要凭什么心？要凭良心，要凭公义的心。一碗水要端平了。圣经说，神的宝座是以公平跟公义成为宝座的根基。所以我们人在地上，
如果你想要走得平顺，你一定要成为一个公义的人。请说阿们。之后呢，要拿起信德的盾牌。什么叫信德的盾牌？信就是请说信心，信心可以使你胜过仇敌。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品行，你的行为。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有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基督徒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所以你有信心，用什么彰显你的信心？行为。在这时候祷告的时候，愿意被医治的，有信心的走到台前，你说我有信心要得医治，那你要走上来呀，这个叫什么？行为。所以有信心也要有行为。你说打仇敌，战胜魔鬼，胜过疾病，你老是讲你没有信心行为啊，你没有行动啊。所以圣经上你发现，还耶稣医治的每一个人，耶稣称赞他，你是有你的信，但是他们都有行为的行动。10个麻风人来找耶稣，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们就得了医治。百夫长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的时候，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仆人得医治。他就回去的时候，仆人就得医治了。所有的医治都是在信心跟行为同时的时候。所以信心跟行为，信德的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请说阿们。能灭尽一切的疾病。这是主的。最后一个，带上什么？这个黄腹的装备要带好。最后一个，带上救恩的头盔。你的思想要被耶稣的思想所代替。阿们。不要再想咒诅的，要想恩典的；不要再想审判的，要想祝福的。因为你的人生不再绝望，因为你有耶稣的救恩。你再烂、再糟糕、再污秽、再坏的罪人，耶稣都能救啊！耶稣都在爱啊！请说阿们。之后拿起什么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然后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这里讲拿起什么剑？唯一的攻击的武器啊！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神的道就是圣经上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叫做 logos。圣经上所记载神曾经说过的话，就是这本圣经。其实指的不是圣经上的话，是指着瑞玛的话。请说瑞玛的话，就是神正在说，现在说，神现在圣灵现在对你说的话，那个称为什么剑？圣灵的宝剑。请说圣灵的宝剑，是神现在对你说的话。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63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说圣灵正从我口中出来的话，圣灵是神瑞玛的话。请说阿们。耶稣在说什么呢？我现在说的话，圣灵正在从我口中说出的话，圣灵是神瑞玛的话。这个叫做圣灵的宝剑。不是我们拿的那本圣经是神的宝剑，是圣灵正在从我们口中说出的话，那个叫做宝剑。请说阿们。你发现在旧约摩西的律法10条诫命颁布下来的时候，那一天死了多少人？3000人，死了3000。在新约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一天得救的人多少人？3000人。但圣经上有句话说，我众人听了彼得讲的道，众人就觉得什么心？扎心。什么扎心啊？他们天天在读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倒背如流啊，都没有觉得扎心。可是他讲话的时候就扎心，因为圣灵正透过彼得的口说出圣灵的话，那个叫瑞玛的话。他们听了觉得，哎呦，好疼啊！什么心？扎心。于是就问彼得，我们当如何？彼得说，你们要悔改信耶稣啊，就必领受所受的圣灵。于是那一天悔改的人数有多少人？3000。请说阿们。亲爱的各位家人，我们需要什么？圣灵的话。
瑞玛其实是神的灵，圣灵给的。圣经本身不是瑞玛话，当圣灵来到某一段圣经，就变成瑞玛，就会成为圣灵的宝剑。这个宝剑就会是有能力的、有功效的。希伯来书的4章12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不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的话直接可以进入到你的骨髓，请说骨髓。骨髓是制造血液之处，是给人生命的地方。神的话是给人生命，请说生命。神的话是可以给你造血，请说造血。神的话是给你一切的供应，生命的供应啊！人身体最主要的造血器官之一就是用骨髓进行造血，所以我每一滴血都是从骨髓骨节而来的。你知道，在200多年前，医学界发现了一个奥秘，就是透过血液就能分辨人类的疾病。所以我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让你做的第一个检查就是去抽血去验血，因为从你的血液里就判断出你身体现在的状况如何。所以圣灵的话，它能渗透到我们的骨髓，听到骨髓，会影响我们的血液，破除世代的咒诅，破除家族的咒诅，破除疾病的咒诅，可以使你可以抵挡魔鬼一切的搅扰，魔鬼一切的控告。请说阿们。所以神的话可以破除咒诅啊！你说世代的咒诅都是通过血液来传承的，很多的传承的疾病是透过血液的。请说阿们。你知道常常影响孩子的血液，决定孩子血液不是妈妈，是爸爸。你的孩子的血型常常取决于父亲，不是母亲。这就是耶稣为什么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称。他不继承人的罪，他不继承世上的罪，他也不继承世代的咒诅，他是继承天父的血。请说阿们。因此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是干净的，没有任何咒诅的。所以的咒诅常常是透过血液传递下来的。请说阿们。所以神的道可以破开这一切咒诅，给我们生命。神的话可以破开这些咒诅，给我们医治。所以神的话瑞玛的话可以使我们得到释放。对你旁边说，你需要瑞玛的话。在新约，所以呢，我们又把新的剑，就是圣灵的话，不是杀戮，是要拯救；不是咒诅，是要祝福。当你越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就在砍断魔鬼的捆绑，带给人生命。好了，我们有了这一把圣灵的剑，怎么用？圣经说，随时多方的祷告。什么叫多方？请说方言。方言的祷告是你挥动宝剑的力量跟秘诀。请说阿们。所以要想使用这把剑，方言祷告，挥动这把剑，方言祷告，可以斩败魔鬼在你生命中的捆绑，释放其他人。方言祷告是抵挡捆绑，胜过仇敌。圣灵瑞玛的话能刺透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切除疾病，切除错误的思想，切除使我们无法安息的捆绑。请说阿们。好了，最后一个了。方言祷告是挑动天使。请说挑动天使。哇，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请说天使的话。方言祷告可以说天使的话。对你旁边说，你可以说天使的话。谁是天使呢？在圣经希伯来书1章14节说，天使岂不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是来服侍教会的，为了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所以圣经说，当我们讲方言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在讲对神的，
对人的，我们也在讲天使的话。当我们讲天使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在启动天使。但是有一些教会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启动天使。当教会开始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挑动天使，就带着天使来运行了。请说阿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位天使在保护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天使在守护啊。你有一位天使，当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就有一位天使在守护你，甚至多个天使在守护你。请说阿们。这是谁说的？耶稣说的。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18章第4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当你信耶稣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对你旁边说，你不要小看我，我带了保镖了。阿们吗？所以不要小看我，我带了保镖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天使啊。可是很多的时候，让我们的天使在睡觉，你没有让他在运动。你需要医治，天使可以带给你；你需要财富兴盛，天使可以带给你；你需要平安，天使可以带给你。天使就是为了你而效力的，请说阿们。天使就是来服侍、服务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启动天使，没有让天使来做工啊。亲爱的各位家人，圣经告诉我们，彼得最少呢有2次被天使记着被天使来救拔、被天使来解救的经历。当圣经告诉我们彼得被抓在监牢的时候，交给4班兵丁看守，每班4人，总共多少人？16人。看一个人要几个人？16个人，而且是当时骁勇善战的罗马士兵，以一敌百的战斗力超级强的人看守一个传道人，4个人轮班看守。这时候呢，圣经说彼得在监牢里，教会却在切切的祷告神。请说切切祷告神。当时的教会祷告多半是用什么祷告？用悟性祷告，更多的是用方言祷告。当他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时候呢，他的天使就被搅动，他的天使就被启动。突然天使就来帮助他，站在他的旁边，屋里就满了天使的荣耀。天使就拍拍彼得的肋旁，彼得弟兄，快起来，别睡了，彼得弟兄快起来，来，把外套穿上，裤子穿上，鞋穿上，快，外套带着，走 come on go， 快走。于是彼得就带他走了，天使就带他走了第1层牢、第2层牢，然后过了临街的最后的一道监牢的大门，然后就出去。圣经说那门自己就开了，他们出去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请说阿们。现在各位家人，你有天使啊。方言祷告是启动你个人的天使。耶稣说我们的使者常见天父的面。有时候我们的使者回到天上的时候，没东西带给天父啊，你没有需要带给天父啊，你要懂得用祷告启动天使在你身上来工作。所以亲爱的各位家人，不用担心，我们每个人都有保护，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守护的天使在守护着你。阿们吗？最后呢，我讲一个故事啊。我们听到有一个北京音乐人叫李夏的见证，他上过综艺节目《天籁之战》，也上过中国好歌曲。李夏呢，刚刚得到方言的时候呢，他很兴奋。那时候呢，他参加一个很小的团契，一个小组聚会，每周3在小组聚会，也在小组当中用方言祷告。因为呢，他们都属于北京音乐人或者北漂音乐人，有实力没机会，就是不逢，所以呢，日子过得呢非常的艰难。北京啊，是所有地下乐队甚至怀揣着音乐梦想的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他们的生活过得就非常的拮据艰难，前途迷茫。他们这个乐团的成员呢，贝斯手呢走了一个，吉他手呢走了一个又一个，因为不出名啊，
接不到单，也没有演出的出场费，专辑也卖不出去，就是你唱的再好，没人欣赏。所以他自己呢就觉得非常的低谷，非常难过。但是呢，他非常稳定的去参加每周三的小组聚会，然后呢去到那里就祷告，用方言祷告。尤其他在祷告当中，突然间，他看见一个异象，有一个天使手里拿着一个书剑，然后就飞走了。然后他就跟他旁边人说：“哎，刚刚我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天使耶。”然后呢，这个天使呢把他书剑卷起来，就带走了。这旁边人呢就对他说：“有可能你的祷告，天使把他带到天父面前。”结果没过几天，一个星期都不到，突然他就接到一个电话，汪峰打给他的。喂，你好，请问是李夏吗？我是汪峰老师。啊，是，我是李夏。前2天我在网络上浏览的时候，我听到了你有首歌叫做《离开北京》啊，这首歌是你写的吗？是我写的。这首歌我听完之后，我非常的有感触，我非常有感动。我可以用这首歌吗？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于是呢，汪峰呢就把这首歌呢给了他自己的一个战队里面的一个人，把这首歌重新编曲了，然后给他战队的一个叫蒋敦豪去唱，结果蒋敦豪呢就夺了冠。后来呢，这个李夏呢因着这首歌就拿到了赞助，就度过了那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好事还在继续。接着后来因着这首歌开始走缝，开始不断缝，所以李夏呢就开始去上天籁之战，跟华晨宇开始合作。当他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是他刚刚领受方言没有多久的时候。当他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呢，就启动了他的天使，请说阿们。他的天使就把他的需要，他的祷告带到天父那里去了，请说阿们。这个信息你到网上去搜都有，但是你不一定能搜到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最终这首歌离开北京唱火了。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个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